去外面看看，我在这守就行。那你一个人在这里可以吗？没问题。好，你注意安全啊！好，你也注意安全啊。 放下！童医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得先把班达转走。好，快！ 没事吧？没事，死不了。童医生，童医生，老聂，营长让我告诉你，鲁尔对我们在难民暴动中营救班达表示感谢。童医生怎么样了？现在表示有什么用？班达救出来了，童享真躺里边了。是，怪我，都怪我，考虑不周，判断失误，我轻敌了。 老聂，你别这样，不能都怪你，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。我总这么没用，我眼看着童享真扑过来，子弹打在他身上。这是童享真的血。我问你，你说这子弹为什么不打在我身上？老聂，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，你相信我，童医生一定会没事的。相信我，啊！ 上校埋伏在丹城了。上校，你确定看见的是他吗？我确定，
他躲过了我的枪。上校，他怎么会卷到这件事情上来？这太蹊跷了。欧阳丹妮已经报告了国际刑警组织，联赛团正通过各种渠道核查上校的身份。我们现在该做的，就是尽快掌握上校在此出现的目的。上校能出现在医院，一定是为了抢班的。说不定这几次恐怖袭击都与他有关。我是觉得，咱们联赛团内部会不会有内鬼？肯定有。也只有这样，才能解释哀军为什么会遭到地雷的伏击，时间地点这么精确。可是令人不解的是，所有准备都做好了，为什么又不赶尽杀绝呢？这恰恰说明了他们的目的，不仅是简简单单的为了抢粮食。塞利亚的水远比我想象的还要深。老宋，准备好了吗？马上开始。放心，没问题。他有些昏迷，我得让他清醒清醒。那你悠着点，别出事儿。好的。安士顿是谁？安士顿究竟是谁？你们该死的中国人！你们不能把我怎么样！退！啊，退！说，我把你绑石头上扔进河里，多久才能找到你？嗯？你杀了我吧！
走，老宋，你也说点谁啊？我已经把照片给牧羊传过去了，他是阿明卫队的队长，叫德鲁。阿明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稍后的计划是什么？他们的手里有秃鹰的照片，现在他们要去找秃鹰了。我们必须要保证计划延续。好，明白。指导员，阿良，怎么样？有什么情况吗？一切正常。哎，阿良，有件事儿我一直忘了问你，你手上的冻疮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是我之前在大兴安岭站岗的时候冻的。我前2天还和聂队长说来着，我说在东北的时候觉得已经挺难熬了，没想到来了塞利亚以后才发现，东北不算什么。要多注意啊。是。青阳，你怎么了？感觉今天状态不是很好，没休息好。这样，牧羊，你先回去休息，这班岗我替你站。不用了，指导员。现在营里正是缺人手的时候，我不能离岗休息。你放心吧，现在是我轮班调整时间，没事的，我帮你站。指导员，别说了，听我的，这是命令，去吧。是，谢谢指导员。去吧。小兵，警戒！我去救火，你小心！全体都有！政府军已经开始冲击我们的外围防线了，榴弹已经落入我们的营地。步兵营所有战士迅速各就各位，加强警戒，死守营地，绝不能让政府军踏进我步兵营半步。就在刚刚，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在联合国之家不远处外激烈战斗，炮弹在营地周围炸开，有些炮弹误入了中国维和步兵营营区内，目前还未得知是否有人员伤亡。欧阳小姐，我方人员进一步调查了安士顿名下的瑞士银行账户，发现了多笔转入单城本地银行的转账，其中几笔数额较大。经过调取此前的监控录像，我们发现取款人正是塞利亚恐怖分子巴沙。也就是说，安士顿的确是巴沙的上线。现在就将所有的证据传给鲁尔总统，并请对方在收到证据以后立刻回电给我。明白了。哦，还有，等一下，请继续调查，直到明确安士顿的真实身份。好的。好。目前为止，战斗还在激烈的进行中，已经有大量的无辜平民伤亡。我方在单城各战区已经取得优势，除了少数叛军还在负隅顽抗之外，其主力已经开始全面溃败。这群叛军就是一群乌合之众，根本不能对我们形成威胁。不足为惧。好的，明白，你们去吧。好的。总统先生，
是你把消息传出去，说政府军今天要强攻难民营吗？总统先生，我不知道事情的真实情况，但我们的确发现了在难民营里的反政府军叛徒。难民营已经成为了藏匿罪犯的老巢，是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。如果我们再不围剿的话，你说的没错，难民营的隐患一定要消除。但是我们要注意处理的方法，毕竟那里是联赛团的驻地。总统先生，如果那里真的是联赛团的驻地的话，班达小姐根本不会被恐怖分子所绑架。正因为她被恐怖分子绑架了，所以那里根本就是无法之地。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但是我要先和中国的维和部队正式的谈谈，让他们放弃驻守难民营。记住，绝不能擅自动用武力。好的，总统先生。你看这个5号地狱和这个。鲍营长，总统府打来电话，约你半个小时之后和总统鲁尔进行电话会议。好，我准时参加。是。喂，高营长。哦，欧阳女士。那个名为安士顿的人的确是巴沙的上线。1个小时前，我已经派人把证据传给了总统府了。太好了，刚才总统府已经打来电话，鲁尔总统约我一会儿进行电话会谈。我估计他是不是要说这个证据的事儿？但是，我有一个不太乐观的预感，因为直到现在，总统府那边还是没有给我任何的回应，所以很有可能，总统那边没有收到任何的证据。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巴沙交代的那个上线，也就是安插在总统府内的间谍，很有可能提前获得或者是销毁这个证据。对，所以你和鲁尔的会谈未必会顺利。我目前的想法是把证据传给你们步兵营，然后由你在会谈中试图去说服总统暂时停止战斗，这样我们可以进一步根据证据调查安士顿的身份，查出班达事件真正的凶手。好，我明白了，我试试吧，尽量说服鲁尔总统。老宋，政府军的所有火力全都指向营内，步步逼近。我觉得他在试探我们的底线。老聂，以政府军的火力，想要攻破我们的防守，简直易如反掌。他们根本不需要试探。他们现在之所以没有向我们开火，他们顾忌的只是联合国和中国军队的威望，连任何警示射击都没有。他们会觉得我们示弱，
我现在就联系营部。老聂，听我的，你稍安勿躁，等营长和鲁尔谈完话之后，会给我们下明确的命令的。总统先生，您快看，现在中国维和步兵营的营地里面，全部都插上了中国国旗。这也就是说，中国维和部队这支军队现在不再代表联赛团了。这也就意味着，我们可以进攻他们了。你觉得这是好消息吗？营地的周围全都是国旗，如果现在我们进攻，就是跟中国政府对着干了。不行。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老编，什么位置？听声音，应该是地区方向。地区，你那边什么情况？报告，地区巡视正常，安全。收到，保持警戒。你好，高营长。总统先生，我打给你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明确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要挡在政府和国家叛徒之间，这样做毫无意义。所以，我郑重地奉劝你们，不要成为无谓的牺牲品。总统先生，恕我直言，您所说的那些国家叛徒都是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。况且，我们守卫难民营是中国维和步兵营驻守塞利亚的职责，更是对联合国的承诺。我们不能因为您的一句话就放弃。班达走进难民营时，他不也是踏上了你们中国维和部队的领地吗？你们保护好他了吗？你还好意思跟我谈承诺？总统先生，我正要向您说班达绑架的事情。联赛团刚刚发来消息，已经查到了巴沙上线的一些线索，而且这些线索已经以文件的形式发到您的总统府，不知道您是否收到？巴沙的上线是谁？总统先生，水落石出只是时间问题。你有没有收到来自联赛团的文件？还没收到联赛团的文件。那你再看一下有没有收到班达那件事情的文件？你有收到吗？没收到，总统先生。好吧。安士顿账单已销毁。看来营长和总统的谈判不太顺利，
是啊，也不知道他们谈完了没有。别动！把枪放下！我让你把枪放下！别跟他们废话，他们手里面有枪，不行的话我们就开枪吧。不，投鼠要抓活的。把枪放下，投降！你们只要投降，你们依然还有机会成为难民营的一份子。不要负隅顽抗，你们没有任何机会。投降才是你们的唯一选择。好，好的，好。他们想逃出难民营，但是在半路上被我们拦了回来。我跟他们说，如果他们能够选择投降，他们就依然还是难民营的一份子。所以，他们就放下了武器，并且跟我回来了。你现在好好的看管难民营，如果他们之中再有从里面跑出来的，你就去给他们一个教训。是的，长官。你去最高指挥官那里说，难民营里的人刚才向我们开火了。如果还有从难民营里逃出来的人，就立刻射杀掉，不要有任何的犹豫，就说是我的命令。但是将军，总统先生会不会同意这么做呢？你就这样跟总统说，是那些难民们先拿枪射杀我们的。他当然不希望他的兵被持有枪的难民们杀掉了。好的，长官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大家不要乱！政府军现在守在外面，出去的话，大家会很危险的。大家冷静一下，只要你们留在这里，我们维和部队一定会保护大家的安全。对。不能在这里等死，不能！让我们出去！让我们出去！让我们出去！住手！相信你们！不能出去！营长，有大批难民在营区北侧集结，难民开始翻墙，外面有枪声，政府军已经动手杀难民了。宋建臣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必须控制住局面，不允许再有人翻墙出去，一个难民都不给我放出去。是。总统先生，UN 难民营北区附近发现有难民翻越围墙的举动，并且与我军发生冲突，之后与我军交火，我方有人员受伤。好，既然他们先开枪了，就让阿明去处理这件事，但是不能和中国维和部队发生冲突。是，先生。总统先生，这可是展现我们自己实力的好时机啊！展示实力，这你只说对了一半。我们要借这次机会展现清剿叛军的实力和决心，再借这次机会震慑维和部队。我们不会和他们真正动手的。他们出去！大家听我说，
外面的政府军已经开始向爬出去难民射击了，所以你们现在不能再往外爬了，一定要留在这儿。我们综合维护部队会誓死保卫你们的安全的。你们拿什么来保证我们的安全？中国维和部队根本无法阻挡政府军的进攻。如果这样坐以待毙，还不如冲出去有一线生机。你们都听着，都别再说话了！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现在只有一种选择，那就是相信我们。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，我们中国维和部队来到这个地方，就是为了要维护塞利亚的和平与稳定的。一会儿，就算是政府军冲了进来，就算是死，我们中国维和部队也会死在你们的前面。但是，如果你们再一意孤行的话，你们就会必死无疑。所以，你们现在都要留在这儿，统统退回去，相信我。好，那我们再相信他们一次。我们走，走吧，一次。走，相信我们。报营长，这是刚刚从瑞士银行发过来的传真件。我是高波。高营长你好，我是欧阳丹妮。安士顿的真实身份已经查清楚了，他是政府军的总司令官阿明。相关资料我已经让瑞士方面传真给你了。太好了，杨女士，我已经刚刚收到了瑞士银行发过来的传真。也就是说，根据这份传真就可以直接证明阿明就是巴沙隐藏的上线，是吗？不错。欧阳女士，那这份传真有没有给卢尔总统府发过去一份啊？我今天早上已经第一时间传给卢尔办公室，但是结果和今天的凌晨一样，卢尔方面还是没有任何的表态。坏了，欧阳女士，如果说阿明真的是和恐怖分子是一伙的话，那么在卢尔身边肯定还有他们安插的内线。也就是说，现在这份文件很有可能已经被他们截获了。那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我们的调查不全都白费了？我们得想办法能让卢尔了解真相。欧阳女士，没关系，现在不是丧气的时候，现在最关键的当务之急是要把这份文件直接呈现给卢尔本人的面前。这太危险！如果文件被截获，阿明应该已经有所察觉。你们不要贸然行动，他会找所有的借口发动进攻。你们现在就是一座孤岛，被包围的孤岛。你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我正在想办法面见卢尔。欧阳女士，已经来不及了，我们只有放手一搏了。走，老婆。营长，教导员，什么事儿？聂风，安士顿的真实身份已经查清楚了，这上面的材料能够说明一切。是。看来，他们终于要扛不住了。我还以为他们真的不怕死呢。你们准备放弃抵抗了吗？卢尔总统，我这次来不是为了投降的。我手里有一份来自联赛团的文件，
想交给你。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这份资料跟你女儿遇害有直接的关系。总统先生，他们要么就是在拖延时间，要么就是另有打算。但是我想听听他怎么说。总统先生，您先等一下，我觉得阿明将军说的有道理。我们无法判定他们手里资料的真假，他们可能会耍手段来骗你。我要把你们中国维和士兵逮捕，我们是不会上你们的当的。等等，我要私下跟这个中国人谈谈。但是总统先生，我觉得这就是这些中国人的阴谋，让我亲自去帮您调查清楚。我说了，我要私下跟这个中国人谈谈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相信他不敢乱来。但是总统先生，你真的想跟中国政府对着干吗？传达我的命令，把这个中国人带过来。难道就让队长自己一个人去啊？要我说的话，实在不行，我们就把队长拉回来。大家不要轻举妄动，队长现在代表的不只是维和部队，他们政府军应该不敢轻易跟我们撕破脸。聂风一定会平安回来，而且你们记住，咱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后盾，不能让队长白白送死啊！胡闹！聂风现在执行的是特殊任务，他现在可以说深系着塞利亚的安危，还有咱们全营兄弟的命。任何一个小的闪失，都会让他送命，让计划失败。听我的，在这期间，谁都不许给我轻举妄动，好好在这给我等着消息，这是命令。兄弟们，我们一定要相信营长的判断，更要相信聂风的能力。没有把握，聂风这家伙是不会去的。营长更不会下命令。我们现在要做的，就是相信他，等待他。好了，你想告诉我什么？听着，如果你敢胡说八道欺骗总统，我就让你好看。总统先生，绑架你女儿班达的幕后主使是你的人。谁？联赛团已经查明信息，这个人是阿明将军，他雇佣的巴莎。哼，总统先生，他一定是在开玩笑。你知道阿明将军一直尽职尽责的在总统的身边，你这样说是在侮辱总统的智商吗？无凭无据，我怎么相信你？没有证据，我就不会来了。这是瑞士银行的转账流水，上面有阿明用假名字转账给巴莎的所有记录，还有客户信息验证。总统先生，别信他，这种东西很容易造假。你闭嘴！立刻把阿明给我叫过来。是，先生。总统先生，阿明不见了。他不见了？是的。去把他找出来。是。总统先生，在塞利亚的政府军和反政府军里，都安插了他的很多内奸，他们的目的就是制造混乱和争端。您和马努特的
很多矛盾都是人为的。撤离！他们撤了。刘天杰，到！通知国内，危机解除。是。一切都过去了，鲁尔撤军了，天地归于平静。晨曦中，我看到那个男人跳下吉普车，一步步向我们走来，由远及近。金黄色的晨光洒在他身后，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，但我知道，他拯救了我们所有的人。我们700名战友，我们身后上万的难民。每一个都因为他而有了重新拥抱明天的可能。他满足了我从小到大对于一个男人、一个军人、一个英雄所有的想象。怎么样了，医生？班达小姐现在的情况很不稳定，最好尽快送到丹城医院。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她现在的身体情况真的非常糟糕，如果再继续拖下去的话，她真的会有生命危险。好的，
谢谢你了，医生，真的是辛苦你了，非常感谢。应该的。班达，爸爸一定会治好你的，你相信我。准备血浆包，还有手术器械。是。总统先生，我女儿怎么样了？幸亏抢救及时，现在情况算是稳定下来了。但如果再有一次，班达就很危险了。我知道，造成这一切都是我的责任，我没能把班达及时的送过来。感谢你救了我的女儿，今晚班达就在这里，由你们来看护。我能不能让我自己的部队来看守班达？你能尽快的帮我去问问吗？这个请求我恐怕做不了主。我们医院的警戒都是靠中国维和步兵营，这件事情您可能得跟我们高营长商量一下。那就带我去找高营长。不必了，高营长已经来了。总统先生，您好。你好。您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了，也都知道您是被阿明所蒙蔽的。在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“一笑泯恩仇”。刚才您和童医生的谈话，我们也理解。请您放心，班达的安全问题，我们中国维和步兵营一定会负责到底。没错，总统先生，我们这次来就是专程协调安排班达的安保工作。很感谢你们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表达我的谢意了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总统先生，班达是个好姑娘，这我们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，所以说请您千万放心。中国维和步兵营责无旁贷。别忘了和童医生交接一下。是。跟我来。谢谢。谢谢。喂，妈。没事儿，我这边还有点事儿，先不说了。家里人吓坏了吧？你家里人也吓坏了吧？说真的，你今天的表现给我们全体步兵营树立了榜样。我告诉你个秘密吧，其实今天我特别害怕，特别是被对方强行搜身的时候，我手心里全是汗。我真不习惯这样的被动，从来就没这么紧张过。这个不像你说出来的话。我也是人呐，我也会紧张啊。要是只有我一个人，我就不怕。可今天因为有全营的战士，因为有你，志勇、主任、高营长、老宋，
牧羊、子南，你们的性命全都在我手里攥着。我要是疏忽了，全去见马克思了，我能不紧张吗？其实我今天也特别紧张。我在给你们那个2连的小战士做手术的时候，我当时手抖得特别严重，我就怕我救不过来他。不过还好。哎，我给你推荐一个办法吧，就是吃糖。人说吃糖容易幸福，而且心情会好。你尝尝。可是我不吃糖。这糖我自己都不舍得吃，特别好吃。咱们小时候都吃这个大虾酥，你尝尝。都拿着，我给你扒一个。你吃，都给你。哎呀，我也真是服了气了。你说这个鲁尔就没有一会儿消停功夫，这刚刚才撤军，现在又要清剿难民营的私人武装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难民营里真的有恐怖分子的武器弹药，那其实是一个定时炸弹。如果能尽早排除的话，对大家都是好事。你说的对啊，尤其是一直出现状况的这个难民营的北部区域，你还别说，没准啊，这里边还真藏有反政府军的重要人物。所以啊，我们得尽快排查，刻不容缓。但是有个问题，如果真的查出问题来怎么办？直接拿下？这个麻烦了。按照规定，他们只要脱掉军装进入难民营，我们就得把他当作难民。是啊，不能是囚犯，而且还得去保护他们。说来说去，我们最终还是得请示一下联赛团。哎，老胡啊，你看啊，这次情况比较特殊。你说，咱们为什么不让聂风他们合理利用维和部队交战规则，放权给他们？特殊情况特殊对待。你说咱们连围攻难民营的事儿都挺过来了，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啊？班达，爸爸一定会替你报仇的，让那些反对我的、背叛塞利亚的、伤害你的人付出代价的。根据联赛团驻中国维和营的报道，目前双方的战争现在已经处于了平息的状态。那么，由于政府方面进行了武力的镇压，还是有一些平民百姓遭到了战争的伤害。那么，在我身后呢，你可以看到冲突之后留下的残骸。
现场麦克为您报道。您好，我们是中国维和步兵营，奉命到这里来搜查，希望你能够配合。我是努维克族的部族首领，你要查什么？我们这一次主要搜缴武器、枪支弹药，希望你能配合我们。那我告诉你，我这里没有任何武器，请你马上离开。这是联赛团的最高命令，所有人都必须接受检查，希望你配合。我不允许，谁都不能搜我的房子。不许动！把你的手拿开，快点！破片手雷。哟，玩的还挺专业。这里是我的家，我不允许你们进去。我是这里的难民，你们应该是保护我的。如果你们坚持进入，那就杀了我。好，我现在跟你说的话，希望你能听清楚。我只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放弃抵抗；第二，把你移交联赛团警察部，让他们处理你。你考虑清楚。大家冷静，别担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请你相信我，我们特战队不会伤害你们这里的任何一个人。但是希望你们能够配合。你们这么做和政府军到底有什么区别？老别啰嗦，搜查。是。进去看看。你们再靠近。OK， 放轻松。好，你要冷静，冷静。去看看。坐下，坐下。老宋，什么情况？不变，快来看看。坐着别动。他们怎么找到的？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军火库。除了这个，在屋里面还发现了一个可以通往难民营背面的后门。报告营长，我们搜到了一个箱子，
里面将近20把枪。在他房间里，还有通往外面的后门。干得漂亮，疯小子，你给我记住了啊！这可是条大鱼啊，必须全都带回来审讯。是。我想知道。哎，干什么呢？什么呢？松开！松开！他只想保护我，别伤害他。我们没想伤害你们任何人，只是想了解情况。总统先生，请您相信我，我们一直都在找他，搜遍了全城，但是还没找到。有人说他已经跑了。真是一群笨蛋呐，连个人都找不到吗？啊！我给你几天时间搜索阿明，务必要给我找到，搜遍全城的每一个角落。是的，总统先生。好的，知道了。哥，不好意思，先生，请回去。撤！回去！哎，让我们过去，我们没有恶意。先生，请你回去。让我们过去。我让你回去。我的家住在那边，我要回家。立刻回去！给我回去！前面我的家就在前面，不管你什么理由。做了什么？你要这样？我让你只是想回家而已。后面的车，为什么不让我过去？回去！让我过去。